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。事事及時總靠機警，未尋事實未定，變局處境。是與非壓心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見機，最終他的痛悲。慢慢拼起，他跟我多做戲，落雨起，太避忌，花樣太多，偏歪曲結果，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，花樣太多，偵測花樣更多，情理分析一切識破，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。给了那个小妹妹，我输给了那种卑鄙手段。家俊，喂，你不要这样。程家俊啊，你有个很好的女朋友了，为什么你这么没定力啊？Sorry 啊。喂，这里啊。Sorry 啊，昨天临时有件突发案子，跟华良做得很晚，所以迟到了。没事，你又不是迟到了很多。我一直都知道你工作至上嘛。我准备做第2位了。好好的，你怎么说这个？我不会介意的。咦？你看什么？你的样子好憔悴，面色发青。下次不要做得这么晚了，知不知道？我知道了。麻烦你。是。走啊，两位吃点什么？薄牛扒煎双蛋热咖啡，谢谢。哦，好。你平时吃西餐通粉的，怎么今天突然换口味吃牛排了？我随便叫的吗？我要西餐，不好意思。家俊，奶奶不是得了好市民奖吗？你说应该买点什么送给她，奖励一下她。你想送什么就送什么了。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的，我想好了，我想请奶奶去中山泡温泉，包她吃住1个礼拜，奶奶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好啊。哇，美人，你看婚纱杂志啊，你找到你的头奖了吗？有那么容易吗？我是想买本杂志望梅止一下渴嘛。哦，这些照片真的很漂亮。你的样子好像很甜蜜，好事近了。什么好事近了？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别再装蒜了，你早就找到一个金多宝了，就差没领奖吗？怎么，什么时候结婚呢？你说什么呀？八字还没一撇。我不管啊，你结婚呢，我要做伴娘啊。要知道，能做程 Sir 的兄弟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嘛，说不定我可以中个2奖或者3奖呢。美人，你何时中大奖我不知道，不过现在有个特别奖在等着你。来来来，人人有份，一人一张。来来来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费 Sir，要是你的抽奖游戏，看看下一次查什么 case。不是，是我搬进新居，想请大家吃顿饭吗？当这儿是自己的家一样啊！随便参观。我看看。哦，费 Sir，你这个家很精致啊！这里有1000多室，买都要500多万了，租要不要17800？不用，月租只要9000块。9000块？哇，这个区楼价跌这么低啊！哇，天上会掉这么大的馅儿饼吗？这间屋子会不会有问题呀？我看这房子是银主盘房子。看楼价不好就先租出去了，等楼价好的时候再卖出去了。哎，我深圳不怕阴邪，什么古怪事我都不怕。费 Sir，参观一下你房间行吗？哎，我的大房是个套间，厕所就在那边。对呀。哎，费 Sir，你房间的空气很好啊。够大吧？哎，这块是古董镜子。是啊，地产公司本来想搬走的，可是我看它很有特色，就让他们留下来了。手工的确不错。应该是整块原木雕出来的。你
预算怎么样？又是你那个瞌睡症呀！你没事吧？什么？我的房子死过人？死者叫做陈慧芳，她的职业是 model， 仅仅拍过1部电影，但是并不卖座，做过一阵纸上明星。根据资料显示呢，陈慧芳的爹地和妈咪很早就去世了，她就剩下一个外公，叫阮文祥。但他们两个呢，基本上没什么感情。在3年前，就是11月12号，他就死在自己家里，也就是费瑟尔的新屋废屋。不错，根据法医和见证的资料显示呢，死者的家应该是凶案的第一现场，而验尸报告说，死者当时是被人用力勒着脖子窒息而死的。当时这一件案子很轰动，因为陈慧芳有一个绯闻男友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城中的有钱人甄国富的2儿子甄相荣了。当当当！当时负责这件案子的是重案组的黄 Sir， 是他查问甄相荣有关案件的情况，但甄相荣找到一个很有力的证人，证明他当时不在凶案现场，那个人就是猪头炳了。猪头炳不是猪头炳，是司徒炳。这件事我还有点印象，哎，他就是证人了。啊，他当时还没有退休，他是黄 Sir 的顶头上司。司徒炳证实，甄相荣在他家里跟他一起打台球，后来送披萨去司徒炳家的外送员，再加以证明这一件事。就是这样，这个甄相荣就可以置身事外，而这件案子又没有新的发展，就成了悬案了。你们好像还少说了一个人啊。就是发现尸体这个人。哎呀 ，sorry，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甄相荣的特别私人助理赵炳坤。根据赵炳坤的供词所说呢，他是按照甄相荣的吩咐送花去陈慧芳家，到了陈慧芳家就看见大门虚掩，发现陈慧芳死在客厅里了。警方也曾经调查过赵炳坤，但是没有证据显示陈慧芳的死跟他有关，所以最后也不了了之了。很明显啊，陈慧芳的死跟甄相荣绝对有关系。何以见得呢 ，Madam？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第一，死者是甄相荣的绯闻女友；第二，发现死者的是甄相荣的私人助理；第三，为什么这个私人助理会去死者的家呢？是甄相荣叫他去的；第四，案中最重要的不在场证人是甄相荣的世交，所有人都跟甄相荣有关。要是说这件案子跟甄相荣无关，我死也不相信。Madam 所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据我所知，司徒炳当年是申请提前退休，然后呢，他就受聘于甄氏集团当保安顾问。虽然不是高薪厚职，但是的确又很惹人怀疑。司徒炳在警界这么多年，又破了那么多大案，而且还是程 Sir 的师傅，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为什么要给假口供呢？你们个个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见人从来是对事不对人。司徒炳跟家眷是什么关系，我不会管。现在甄氏在香港还是名门望族，如果我们再贸然的查甄相荣，怕不怕有问题？为了给死者一个公道，为了给死者洗雪沉冤，就算这件案子跟一哥有关，我们 DIE 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费萨，我说是为了你才对，早日破案，你早日心安理得，不用疑神疑鬼嘛。不管怎么样吧，为费 Sir 也好，为了死者也好，为我们 DIE 的名声也好，我们这次一定要分工合作，务求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为止。OK。Sorry， 甄先生他不在香港，他去纽约开会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甄先生没有说过。那赵炳坤呢？他在不在？他跟甄先生一起去纽约了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怎么，就这么多啊？是啊，本来还拍到一条短片，是甄相荣呢在陈慧芳家里过夜，谁知道被他妈妈发现了，就用高价买走了，就这么多了。你猜他还会不会收到消息呢？以我所知啊，当年陈慧芳到处跟人家说她会嫁入豪门，谁知啊现在她这么短命。哎，你以为嫁入豪门那么容易吗？早，我是警察，我想找阮文祥先生。我就是啊，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想你提供一些关于你孙女陈慧芳的资料。我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走吧。哎，拜托你走啊，走啊，走，院长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也想帮你孙女查明死因嘛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不用说了。上一次，你们冤枉我害死财伯和媒婆，这一件事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呢，现在又来瞎捣乱，那你快走啊，不然的话我就要扫把把你赶走。哎，你不要这么激动，你听我说嘛，我们也是想帮你啊。哎，你不用说，上次你们告我杀人，
这次准备告我袭警吧？阮先生，走啊！哎呦，走！阮先生，你不要这样啊！我们是来帮你的，阮先生，我们跟重案组不一样啊！阮先生，别这样！司徒先生，这边。司徒先生，倒酒咖啡。哎，司徒 Sir，long time no see 啊！喂，费 Sir，Hello。哎，这么巧？是啊，这么巧。你约了人？哦，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一个人来这里喝咖啡的。哦，那么相请不如偶遇了，一起喝。啊，看见司徒 Sir 你呢，就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有件案子，连你也牵涉在内了。你说我有份做证人那件？想起当年呢，要不是你肯出来作证，啊，证明在案发的时候呢，你跟曾向荣在一起呀，我看那个富家子现在挺麻烦的。我也是实话实说。那件案子我也听人说过，好像是司徒 Sir 你当年申请提前退休，然后加入甄氏集团做保安顾问。啊，你不怕被人说啊？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问心无愧，怕什么？咦，你不是去吃午饭？美人说街口那边开了一家新的酒楼，叫了郑毅他们几个人说去试试看有什么新菜式哦。那你不去？我有事要做嘛。哇，你看八卦周刊也算有事要做，那你也分点给我做了。拿去看。哇，全部都是几年前的周刊嘛。严格来说呢，是3年前的周刊，我叫美人帮我找的。你忘了我们要查的是什么案子吗？陈慧芳的凶杀案咯，他跟这些周刊有什么关系？上次在费瑟尔家里，我摸了那块镜子，然后我就有通灵感应，我看到有一排手术灯，我就怀疑，陈慧芳生前可能做过什么手术，我就看看当年的八卦周刊，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新线索喽。那你有什么发现？哇，发现太多了！原来他曾经割过双眼皮、箍过牙、隆胸、抽脂。那这一本直接说他跟那个整容医生有一腿啊！整容医生？哎，你看过了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找那整容医生收拾一下。我跟陈慧芳是什么关系？就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喽。就是这么简单。哼，我知道你这么问，是因为我曾经跟他传过绯闻。其实都是那些八卦周刊乱写的嘛。我给陈慧芳只做过几次简单的整容手术，后来又传她跟一个富家子在一起了，我才没被人注意。其实这件事呢，可以说是因祸得福。被这些周刊这么报道之后，找我整容的人也多了。你平时给人做整容手术，一般都在哪儿做啊？如果是大的手术呢，会订私家医院的手术室；如果是小的手术，好像割双眼皮什么的，这里就可以了。是吗？参观一下行不行？好啊，随便看。怎么样，瑟尔拜登，有没有兴趣找我整容啊？我想抽脂，那是大手术。那你平时去哪间医院做呢？这也不一定，要看客人的需要。怎么？你觉得那个整容医生有没有可疑的地方？我看到诊所里边那个手术室，跟我在通灵感应看到的那个不同。会不会是你看不清楚啊？我又不是第一次有通灵感应，怎么会看不清楚呢？那有没有可能是，根本就是我们搞错了呢？根本就跟整容手术没关系呢？那你想想，陈慧芳找那个整容医生罗芳割整容，他做的都是很简单的手术，好像割双眼皮啦、隆胸啊、抽脂等等。你想想，怎么会有人为了这么简单的手术而去杀人呢？还有啊，陈慧芳整容之后呢，认识她的也多了，还进了娱乐圈拍戏，就是证明她的整容手术是成功的，那更加没道理，因为这个手术而杀人啦。那如果你的通灵感应是真的呢，就是说陈慧芳的死极有可能跟其他的手术有关。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你看，老爸。你为什么把我老爸叫老爸？我怎么把你老爸叫老爸了？哎呀，那死胖子干嘛带我老爸去这种不正经的地方啊？你为什么说我老爸是死胖子？不是那胖子是你老爸？怎么了？也许是你老爸带我老爸来这种地方呢。等一等，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不是吧？他们认识很久了，是小学的同学，最近才碰见的。是吗？没听他说过。就是因为你不关心他，所以他就来这种地方喽。这种地方怎么了？这是正经的按摩的，
我爸开了一天计程车，腰酸背痛，来按摩一下也很正常。哼，简直大惊小怪。喂，谁大惊小怪了？你才大惊小怪呢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哎呀，哇，想不到按摩几下，全身都松了。哎呀，觉得好，有空再来，再按一按了。你以为我是你呀？家里有那么凶的老婆，如果他知道我按摩完了才回家，肥油都被他炸出来了。嘿嘿，哎，一个大男人这么怕老婆，说出来会被人笑的。笑也没有办法，谁让我老婆一句话我就矮了半截呢？我哪敢反抗她呀？阿伟，你记不记得我们6年级时候那个女班长？鲍牙珍。哎，对，没错，就是那鲍牙珍呐。那时候啊，她整天盯着我们，还向班主任打小报告，说我们默书偷看呢。后来我们忍不住就大声骂她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她就像鹌鹑一样，以后看见你也不敢说话了。可不是嘛！总之呢，人善被人欺。你看看你这样子像软柿子一样，不被人欺负才怪呢。总之你的声音比他大，比他凶，那就行了。哼，个死胖子下班跑哪儿去了？手机也不开，一会儿回来看我怎么对付他。肯定是在外面包了个二奶，回去喝汤。他有种，我把他头拧掉。我看你没拧掉老爸的头，他已经爆血管了。这里说胖人脂肪多，胆固醇又高，很多人血管堵塞也不知道，随时爆血管的。有那么容易爆吗？不知道，书是这么说的。不对哦，万一胖子有什么事，反而还要我养他。妈，你知道就好了。那你以后不要老说爸爸啦。你以为我想啊？我少说一会儿他就出事。我知道你是为他好，不过说也可以说得好听一点嘛。我从来是有什么说什么的，拐弯抹角的违心话呀，我不会的。我知道你不会。那老妈，这也不难呢，只要你说一句好听的话，就会有100块了。哇，这么大的诱惑，你不要我要哦。是不是真的？一句话100块？是啊。干嘛不要啊？有钱什么都行，成交。好啊。老爸，老爸，你舍得回来啦？我下了班跟我的朋友喝杯酒吹吹牛，难道这也不行啊？喝酒吹牛，吹得连手机都不开。这么大的香皂味儿，你刚刚是不是去按摩了？总之你睁大眼睛瞪着你老婆，大声的跟她说话。她要骂你呢，就当她唱歌，不要理她，她就会怕你了，你就做回一个大男人了。你以为你不说话就行了？你快说，你是不是就鬼混了？你干嘛这么大声？你跟我说话呀？啊！我跟朋友泡澡按摩一下，是不是有罪呀？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你想着……哎！我回到自己家里，说话声音大一点也不行吗？你……不是不行，我怕你声音太大，嗓子会哑啊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回来想多大声音就多大声音，但是你跟我说话呢，不准大声，因为太吵啦。你，哎呀！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，这种音量行吗？合不合适啊？这差不多。你刚才叫的嗓子都哑了，我到厨房去盛碗汤给你润润喉咙啊。你好，我进去洗个脸，你把汤给我吹凉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老爸，你好威风，你吓得老妈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你好棒啊！Give me five， 耶！喂，我是大海啊。是，你到家没有？到家了。你老婆有没有骂你啊？全靠你教我那招眼神杀敌，我就那样死盯着他，哇，吓得他根本就不敢啰嗦了。我都说这招行了。喂，你现在比他凶了，以后不用再怕他了。当然了，以后我说去哪泡澡就去哪泡，去哪按摩就去哪按摩，根本轮不到他管我呀。不错，这样才像个男人嘛。明天我们还去按摩。好，就这样了。那就明天见了，谢谢你了啊。敢那么大声跟我说话，原来有人暗中教你。你这么凶干什么啊？想造反呢啊？你造反呢！
个死胖子！一饼，要不要这么咒你老公啊？他有尊重过我吗？谁叫他在孩子面前那么凶我啊？幸好我够硬朗，不然我什么面子都没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世界的好男人都绝种了。哎，我的老公也一样啊，老是找借口啊去深圳买书，其实呢去泡脚按摩啊，被我揭穿了。他又解释，哎，那是正经地方啊，我信他才怪呢。啊 ，sorry， 你们等一等。喂，玩什么 CQ 啊？过来把北风打完嘛！你真够落伍的，那个不是叫什么 CQ， 他是在跟人家谈虚拟恋爱。虚拟恋爱，就是在网上啊找个合适的男人，还可以跟他结婚呢。在网上结婚，不只可以结婚呢，连生孩子都行呢。喂，虽然说是假的，不过好像不是太好吧？好像对不起自个儿老公。谁叫老公对我不好？反正又不是真的，谈得来就跟他结婚生孩子，谈不来就立刻跟他离婚喽。那生了孩子怎么办？又不用你10月怀胎，顺手扔进垃圾桶，然后就删除他，保证没有好坏。这个呢，好像年纪大了一点，有没有别的？啊，有，这位张正义，张 Sir， 他是名警察，为人正直又有责任感，收入又稳定，没有不良嗜好，酒也不喝一口。你看有兴趣吗？这个还不错，我什么时候可以约他出来见面呢？没问题，我尽快安排。好周小姐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张先生的资料呢刚刚改了，现在暂时不方便约他见面。要不张小姐你选别的吧，我们还有很多条件很好的客户嘛。不好意思啊，佩佩，你帮一帮周小姐。没问题，不好意思啊。看看这位，子清，你到房间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干什么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就算资料改了，我们也可以先安排的，对不对？周小姐似乎对张 Sir 有兴趣啊。哎呀，我要赚钱的。撒姨呀，我就是不想为了赚钱误了人家的幸福。这个张正义呀，根本就是个花心的人。这种坏人，我怎么能介绍给人家？喂，张正义是不是坏人呢？好像不是由你跟我决定的，应该是由客人决定的。现在客人连人都没见过，你就判了人家死刑了。喂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对张 Sir 有兴趣啊？是的话，我做你生意，我最多收便宜一点。那撒姨，你不要乱说话啊！我跟那个张正义是很普通的朋友啊。哇，真的是普通啊，普通的你从沙发上跳起来说我。哎呀，是不是普通朋友？问清楚你自己了。是你，我忍住，行了吗？好累啊！行了吗？哇，哎呀，好累啊！看来我永远都不能像李小龙先生那样，每一脚都收放自如啊。你已经算不错了，刚才那一脚踢过来还能收住，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啊。是啊，要是踢到你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就整个人飞出去了。喂，刚才你说呢？说上次跟美人合作，目的是想破坏你姑妈安排相亲的事啊？是啊，如果你不信我呢，你可以问我姑妈。行了，我相信你。啊，其实我真的不明白，相亲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也是做这行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有了心上人了，是不是？我是有，但是怕你姑妈不喜欢，所以你不敢告诉她。是吧？你什么时候介绍给我认识啊？介绍给你认识？嗯。哦，好，找个机会吧。那说好了，一言为定啊，不能说话不算话的。你有没有听见好像有猫在叫？
可怜呢，有人扔下你不要你了。啊，你看看他，没有精神的样子，肯定是很久没吃东西了。哎，可惜我们也没东西给他吃。你等我一会儿，很快就回来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哇，你看看他，吃得多开心呐！慢慢吃啊。幸好有你啊，不然啊，他一定会饿死的。猫猫，慢慢吃啊。这位哥哥是不是很疼你啊？特地买东西给你吃啊。是不是很好吃啊？慢慢吃啊。哇，这个型号最新最好，你看。喂，你真这么大方，打算买张按摩椅给你老爸？老爸经常说腰酸背痛，我就买张按摩椅给他了，总比他经常去按摩院好。咦，好恶心哦！居然去那种地方！哟！哇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去的是正经按摩店，那儿的师傅都是男人啊。排骨男是正经人，我怎么会带他去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啊？四郎，麦登的老爸肯定不会去鬼混，但是有一点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去那种地方很杂，我怕你碰到以前的古惑仔。子郎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好不容易才跟你们姐弟俩团聚，我怎么会走老路呢？糟了，什么事？我在厨房煮了汤，你们在外边辛苦，要多喝点汤水才行。我去看看花。老爸真是越来越懂事了。哎呀，够了，我受够了父慈子孝，我好嫉妒啊！你也可以生个出来。够了，我生过一个了，谢了。哎，爸爸，姐姐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喂，我早就下班了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哎，你干嘛买包猫粮啊？啊，你不是打算养猫吧？我对猫毛敏感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对猫毛敏感啊，我不是养。刚才我经过公园呢，看见有一只猫啊被人扔在那儿不管，那么可怜，又看见它好像很饿似的，我就买了包猫粮喂它。我打算明天再去喂它。哼，你明天还去啊？你每天去，你还有时间吗？可不是嘛，香港的流浪猫狗问题那么严重，你每天去喂都不是办法啊。不然怎么办呢？难道猫这么惨不理它啊？我真不明白，那些人呢，明明是养不了这么多猫狗的嘛，怎么不把它们送到兽医那儿接扎呢？喂，哎，你说呢？如果猫狗有了呢，能不能像人那个样子？这个你知道太多了吗？能不能让它去打掉呢？我这样就是堕胎，这是生命，当然不行了。喂，我说说而已，你不要那么认真啊！不要乱说话，只是的不换自己的嘴巴。你是说你当初替陈慧芳检查有没有被人性侵犯过的时候，真的查到她有堕过胎的痕迹啊？是啊，但你的报告没有写啊？不可能啊，我明明记得我加了附件进去的，会不会是你看走眼了呢？我这里有份副本，这都看走眼，我还当什么警察啊？为什么那份附件不见了？什么？你说那个陈慧芳在死之前堕过胎？我们问过皮埃了，他很肯定跟我们说，他给陈慧芳验尸的时候，发觉陈慧芳在死之前不久堕过胎。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啊？是啊，但是我们在查那些资料的时候，在陈慧芳的验尸报告里却少了有关于她曾经堕过胎这份附件。黄 Sir， 我记得当年那案子呢是由你负责的，所以我想找你看看有什么能帮我们的。喂，我每年都办那么多案子，你问得这么详细，我哪还记得？但是，你说到陈慧芳这件案子呢，我的确还有点印象，因为当年牵扯到城中很多名人，其中主要证人司徒色就是你师傅喽。那当年他还是我的上司呢。黄 Sir， 你也知道证据不见了是很严重的事，你好好想想，你当年到底有没有见过那份附件？我记得当年完成调查之后，就把所有包括法医的报告都交给了上面。不过至于有没有那份附件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这么奇怪，偏偏就是不见了那份附件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也许法医那边根本就没把附件交给我们。我们煮饭也经常会发生放了水、洗了米，不记得开电饭煲的电源，是不是？没饭吃喽。先生几位，麻烦这边。哎呀，这什么鬼地方呀！臭烘烘的，满地都是牛屎！哎呀，哎，乡下就是这样。哎，前面就是了。你说他
他会不会好像对小凤姐那样赶我们走呢？那也没办法，于色叫我们来查案，一定要完成任务。我不管，你走前面，你先走。真是胆小鬼。院长你好，怎么又是你们呢？走走走，我没工夫招呼你们。哎，院长，先听我说啊。其实我们这次来呢，是想问问关于你孙女陈慧芳的事。我无可奉告啊！院长，其实呢，我们很希望能帮你的孙女，希望你跟我们合作一下。你们不走是吧？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喂，这么麻烦，现在怎么办？算了，这里臭气熏天，快点走啊！哎呀，哎，一个人老了呢，就什么事都做不好。幸好你们在这儿，不然的话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哎，Madam，要你帮我扫地，真是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应该的。哎，同样都是警察，你们呐，跟上次那个什么程 Sir， 真是天壤之别。其实上次程 Sir 呢，也是按程序办事。院长，你还是别怪他了。喂，他说我杀人呐，如果让别人知道了，我还有什么名誉啊？院长，你的脚还有没有刚才那么痛啊？诶，是啊，嘿，好像没事了。哇，你将来不做警察呢，做跌打医生都行啊。都是我姑妈教导有方啊。你姑妈是跌打医生？哦，我姑妈你也认识的，就是上次在你老人院拍戏的那个张木兰。哦，原来你是兰姨的侄子，难怪你跟其他的警察不同啊。小玉哥啊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看我们要哦，院长，我们不妨碍你了。哎，走。你们不是来了解情况的吗？哎，其实呢，我所知道慧芳的事，真的不是很多。她出生后没多久，父母就离婚了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，她就无心上学。后来，连她老妈也死了，她干脆连学也不上了，跟着一帮人当那个什么 model， 做的都是明星梦。我劝过她很多次，她就是不听。后来，可能她嫌我太啰嗦了，干脆就搬出去住了。以你所知，除了甄向荣这个人之外，她之前还有没有男朋友呢？我倒没见过她带男朋友回来，不过我觉得，她认识这个富家子之前呢，应该有个男朋友，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不知道了。让让。都说让让了，怎么你扫来扫去都是这块儿？你以为有人像你这样每天不是吃就是看电视啊？也不知道人家做事多辛苦。我懒得理你，我去找二婶聊天。妨碍我上网，快点走！Hello, Doctor。我今天事情多，现在才有空。我平时喜欢看书、听音乐、看电视，有时候玩玩滑浪风帆。哎，问我几岁啊？我今年22岁，瓜子脸型，眼睛大，有时候去 Cyber 咖啡喝杯咖啡，半包糖，不要奶。不是吹的，30年前胖子就这么说我的。出来见面，那就是要我对不起胖子。那人没一个好东西。今天凌晨2点，
新界景田一间弃置的货仓发生3级大火，消防接报到场进行灌救。家眷终于在凌晨。你知不知道最近为什么电视台不用那个女主播卓琪报告新闻呢？我很少这时候看新闻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真不明白，那个卓琪呢，人美声甜，她报告新闻特别的提神，电视台怎么会不用她呢？吃饭啦！哎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？帮什么？过门都是客，坐下来吃饭啦。吃饭。婆婆吃饭啦，还吃话梅？吃饭前吃话梅开胃。懒得理你。佩佩啊，出来吃饭啦！家眷，我的客人给我的这个是1楼加4的7折优惠卡，他说那里的柜子和床都很漂亮，你们有空过去看看。Uncle， 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心不在焉似的，不舒服啊？可能是我最近比较忙，有点累。累了呢，吃完饭早点回去休息。来，多喝一口汤。好，我自己来。喝汤。你们谁用我的电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说那么恶心的话？是不是你？难怪呢，我经常看见他鬼鬼祟祟跑到你房间去，把门锁上，不知道干什么。老妈，怎么啦？我去那个什么聊天室跟别人聊聊天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哎呀，你这个臭婆娘，红杏出墙，你背着我出去偷情啊，在网上给我戴绿帽子！喂，死胖子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什么偷情这么难听啊？我上去跟人家聊聊天吐苦水嘛！老妈，你又不知道网上那些是什么人，你这么跟他们聊天很危险的。安迪，其实呢，现在网上的监管呢还不完善，很容易被骗的。就怪这个死胖子，要不然听那些个猪朋狗友的话，学人家正什么夫纲，我干嘛去跟别人吐苦水啊？你还恶人先告状，怎么不说说你自己呀？这么多年来你横行霸道，你什么时候尊重过我啊？要是在以前抓你去进猪笼，你住嘴啊！我跟胖子的事啊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老人痴呆说话啦？喂，你为什么骂我老妈老人痴呆呀？哎呀，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天天这么吵，你们不烦我都烦，懒得理你们。喂，佩佩。以为他是在网上吹牛，原来真有其人。是不是羡慕我？这位小姐说的对了，其实你们减肥呢，就是想瘦一点、美一点，不过经常呢都会弄巧成拙啊？为什么？问题呢就是，如果你光是靠节食来减肥呢，那你身体里面储存的能量就会降低了，新陈代谢率也会减慢了。好了。等你不节食了，又吃回正常分量的时候呢，由于新陈代谢率比较慢，所以呢，食物里面的糖分呢就会变成脂肪，储存在你的身体里面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你觉得自己胖吗？就要减肥了，也开始节食了。你越吃越少呢，结果却越来越胖了。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说那些好像很有道理似的。你是医生啊？其实想要漂亮有很多方法的，有的人呢又要快，又要一劳永逸，就会来找我了。找你做事啊？我知道。找你整人了，还是佩佩聪明，一猜就中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叫佩佩？你的朋友了，刚才进来那么大声叫你，现在谁都知道了。喂，你真的帮人整容啊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有兴趣来找我，我给你们打个折头。哇，我这么漂亮，没必要找你整容吧？喂，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罗芳哥，反过来念的就是哥罗芳啊。哥罗芳，你的名字真搞笑啊！听说有很多女明星的都整过容的，说来听听啊。好啊，我来帮你啊。对了，佩佩，你经常来这里吗？也不是，我下班有点闷，就来上网跟朋友聚一聚了。你呢？平时做什么的？我平时有时候有空呢，听听音乐啊，看看书什么的。不过有时候呢，我也会出海玩玩滑浪风帆。是吗？我也很喜欢。是吗？那改天一起玩啊。我把我电话号码给你，你随时找我。好啊。卓琪，家俊啊，我知道你在香港，尽快回电话给我好不好？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一定合作愉快。你放心吧，黎先生，我一定会尽力搞好这本杂志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很好，要不要我送你啊？不用了，我们明天见。OK。
你为什么躲开我不见我？我没有躲开你不见你。刚才那个男人是什么人？他是什么人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打过很多次电话给你，为什么不回我电话，不开电话？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各有各的私生活，我不可能什么事都要向你交代的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不记得我们？你是想说我们曾经上过床是吧？怎么你觉得我跟你上过床是件很严重的事吗？你别走啊！我有话要跟你说清楚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快跟别的女人结婚了，你还想我怎么样呢？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就关你什么事啊？走开呀！你不要继续装情圣，你要跟麦丹结婚了，你现在还要跟那个卓奇上床，你搞什么呀？我跟他的关系不是你想象中这样，我打算跟他分手的。谁知道那晚他来找我，他说他工作上很失意，喝了很多酒，很不开心。那你说说，我怎么扔下他不管呢？然后你就安慰他，还跟他上了床，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这个？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。哼！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，你别怪我揭穿你。既然你要说跟卓奇一刀两断，为什么还那么紧张？他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，你不要告诉我说到了现在你还不知道选谁好。当然是晶晶了，那就行了。我劝你跟麦丹坦坦白白的说清楚你跟卓奇之间的事。你要我跟晶晶说我和卓奇的事？那两个人结婚是一生一世，也是一生里面最大的承诺。我提醒你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做梦的时候说出来，或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时候，麦丹会恨你一辈子的。你自己想清楚吧。天空千個荒誕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啲注定。時時及時總靠機警，歷尋事實未定，變局處境。是與非發生，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劍機，最終他的痛悲。慢慢拼起，他跟那個做戲，落雨起，太悲劇，花樣太多，偏偏歪曲結果，若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，花樣太多，偵測花樣更多，情理分析一切識破，迷惘清晰之間。